欢迎回到乌鸦学舌。今天我们要介绍华语名词的不可数性质与量词。作为华语母语者的我们，可能很难意识到，所有的华语名词都可以说是不可数的集合体。在英语中，名词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，使用上的差异是，可数名词的前面可以直接加上代表数量的数字或冠词，如 a， 但不可数名词则不行，如 a pen 一支笔。但不可数名词，如指 paper， 则必须在 a 跟 paper 的中间加上量词的 piece， 并再加上 of 作为修饰的介词，表达从数。A piece of paper， 一张纸。从上面的例子，如果套用一样的原则在华语上，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华语名词都是不可数，因为当我们要讲任何一个名词，都必定有一个相应的量词，如同上述的例子 piece， 如一个人、一台车、一匹马、一则新闻，即数量加量词加名词这样的一个定式。而华语中的量词区分非常细，所有的名词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量词，这样的性质除了显示了一种语言学上的特殊性以外，我觉得也反映了华语文化的传统世界观，因为这些量词或汉字本身都充满了提供视觉想象的元素，而非单纯的拼音发音。与华语相近的日语也有量词，但日语的量词相对简略，且原本日语中就有包含数量的表示法，且日语数量表示相当复杂，在这边我们暂不赘述。因此，对日语母语的华语学习者来说，华语的量词仍是相对困难的，更不用提若是印欧语系母语者的华语学习者会感到多困扰了。我的建议是，学习华语名词一定要连量词一起学。另外，不妨试着用图片帮助记忆，因为华语母语者看到不同量词的时候，往往脑海中已经有名词的画面了，如一朵。我想 99.9% 的台湾人都会在括号里面写花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也再次谢谢支持乌鸦学舌。